英国的新冠病毒发生变异，全球疫情加剧，铁矿石的价格应声跌破1000元关口。但是就在这之前，铁矿石的价格还在上演疯狂的石头戏码。关于铁矿石，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为啥非要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呢？铁矿石的价格到底是谁说的算的？澳大利亚还是铁矿石三巨头呢？铁矿石的价格这么高，我们为什么不用废铁废钢代替呢？面对铁矿石的困局，我们就没有破冰之法吗？带着疑问，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星辰大海，整个地壳的5%都是铁元素，我们为啥就非要进口澳大利亚的呢？如果你认为咱们进口他们的铁矿石是拿来做菜刀的，那又是谁给他们的底气说涨价就涨价呢？铁矿石的种类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比如说磁铁矿、赤铁矿、净铁矿、磷铁矿、褐铁矿、真铁矿，它们都是不同种类的含铁氧化物。这些铁矿的含铁量、可还原性、有害元素的含量、达到熔融软化的条件都不一样，这些特性决定了铁矿石的品位。我们的发电厂、电磁炉、电热水器、芯片制造、航空航天、军事设备以及一系列尖端科技都要用优质铁矿石去提炼关键部分的材料。如果你用低质铁矿石，就会影响到以上这些领域产品的一些性能。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这种优质铁矿石吗？我国铁矿石储量虽然位居世界第4，占世界的12%，但是这些铁矿里富矿少，贫矿和难选矿多，这种优质铁矿石本身就比较稀缺，加上上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在东北地区的频繁活动，以及建国10年以来的开采，导致我国优质铁矿石的开采能力江河日下。2014年到2018年，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连续4年下滑，2018年产量66959.1万吨，仅为2014年的44%。超过5000万吨的独立大型富铁矿床仅有湖北大冶、辽宁工厂岭和海南石路等少数几处，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大型优质铁矿资源大多分布在巴西、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公司这些年来通过兼并重组，逐步发展成为世界铁矿石生产三巨头。所以我们一致认为，铁矿石的价格是铁矿石三巨头来控制的。也有人说，我们不买澳大利亚的矿，该买巴西的，让他们买后悔药都找不到地方。这样真的有用吗？问题是铁矿石的价格到底是谁说的算的呢？2019年我们买下了全球铁矿石的65%，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没有铁矿石的定价权呢？70年代之前，铁矿石的价格是美国说了算。美国的钢铁企业出海投资了包括加拿大、智利、委内瑞拉、黎巴嫩等国的大片铁矿，跨国公司把从海外开采的铁矿运回美国。铁矿石的定价就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定价，他们甚至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后来日本的制造业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巴西和澳大利亚也刚刚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铁矿资源。澳洲的必和必拓、力拓，巴西的淡水河谷，这3大矿商开始成为铁矿石市场最大玩家。日本没法像美国那样直接控制国外的矿场，于是日本政府就出面把国内的钢厂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一致对外的价格联盟，开始干预钢厂的对外谈判。团结的日本钢厂慢慢开始主导铁矿石定价。原来1-2年一签的采购合同慢慢拉长，形成了10到20年一签的长期刚性合同。铁矿石的价格10到20年才调整一次。3大矿商被日本钢厂吃得死死的，但是由于被压价压得太难受了，3大矿商也组织了一个价格联盟，和日本的钢厂联盟对抗。供需双方你来我往，斗法了好几年，最终确定了国际铁矿石长协年度谈判机制。那我们也有钢协，为什么铁矿石的价格就越谈越高呢？这件事其实不能全怪钢协。一方面，我国对国外的优质铁矿石的依赖比日本要高，在当时，日本的3大矿商和当时的铁矿石三巨头是平起平坐的。另一方面，2009年的时候，钢协在和三巨头进行谈判，发现他们不仅知道我方的库存量，连我们企业的原料库存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单位消耗等堪称绝密的产业数据，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相当于名牌跟人家玩，还怎么谈呢？有人说，那咱们能不能收购国外的铁矿石，打破垄断呢？2019年，我们买下了全球铁矿石的65%，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没有铁矿石的定价权呢？因为3大矿商在2010年的时候钦定普氏价格指数，作为铁矿石新的定价依据，由年度协议定价转入指数定价。这个指数它是由普氏能源资讯这家公司编制的。
而普世能源资讯与评级公司标准普尔都属于美国的麦格锡集团公司，也就是说，铁矿石的价格是美国说了算的，中国并没有参与到这个定价中。好吧，那铁矿石的价格降不下来，我们就少用点儿，多用点废钢不行吗？这个得从炼钢工艺来分析。炼钢的第一步就是加料，像电葫芦或转炉内加入铁水和废钢。绝大多数的钢厂用的都是转炉，因为冶炼的周期短，耗电量低，钢水纯度比较高，比较容易控制质量，比较适合大批量生产。也正是因为它对铁水纯度要求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废钢都可以进转炉。如果这个钢厂主要产品为冷轧汽车板及硅钢，他们可以吃的废钢就是冷轧汽车板散片、大包块、钢板边角料、电工钢废钢、拆船板，再配上破碎料和炉料。相比较而言，电葫芦的主要原材料就是废钢，但是钢水质量受废钢影响较大，冶炼周期长，耗电量大。我国的电葫芦炼钢与国际水平相比，算是发展的比较缓慢的。2019年，电炉钢占比大概在10%左右，世界平均水平28%，美国68%，欧盟40%，韩国33%，日本24%。为啥发展不起来呢？因为成本太高。第一个是用电成本居高不下，用电成本的大头是成交价格，各地方的成交价格都不一样。由于发电企业互相抱团，构成了行业联盟，外省发电企业进入难度又比较大。电力直接交易范围小，交易信息不透明。另外，由于社会废钢多数来源于社会居民、个体工商户等等，他们这些企业到税务局代开的发票不能超过120万、5000万。并且2011年之后，我国对废钢又开始全额征收增值税。2019年，废钢又被调入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管理清单里，市面供应比较紧，也会推高废钢的价格，又进一步的增加电葫芦炼钢的成本。成本高，利润空间就小，就没有人爱干这个事儿。那中国有没有什么破冰之法呢？咱们得先搞清楚这个普世价格指数是怎么制定的。通过电话向全球30至40家活跃的矿商、钢厂及钢铁贸易商询价。普世价格指数主要的依据就是当天询问出来的最高买价和最低卖价。这种电话询问的方式，采集的数据样本大概只有市场份额的6%到9%，是标准的小样本决定大市场。这里面人为的操作空间就太大了。如何破冰呢？有个新词儿叫做智能经济。构成智能经济有3个要素：数字资产、数字身份和智能合约。它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上层应用，它可以让个人和机构，无论是私营机构还是政府机构，都可以在这种跨国界和全球各地的不信任环境中，安全的以数字化的形式交易商品和服务。它们之间的交易会触发一段可以自我执行的代码，就是智能合约，让合约以代码的形式自动履行。这也让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跨境进行审计工作，这样人为的操作空间就非常小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家和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完成了第一笔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全流程追踪、点对点及无纸币的人民币铁矿石结算交易，总金额1亿多元。这意味着我们向智能经济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同时，中国企业在非洲几内亚投资了世界上尚未开采的储量最大、矿石品质最高的西杜芒铁矿。我们买下了全球铁矿石的65%，是为了开采吗？不，我们只是要增加我们的话语权。未来以智能合约平台作为铁矿石的定价参考，并不是没有可能。最好的定价方式不是由谁来掌握定价权，而是谁都不掌握定价权，交给市场来定价。